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今天这期我们来讲一个很多新手一开始看到就头痛，但后来又发现不懂它，好像连看盘都像在看天书。这个东西就是 K 线图。你可能看过那种画面，一根一根红红绿绿的小棒子，有的长，有的短，有的上面还插一根针，下面也拖一根尾巴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会觉得这什么鬼？红棒黑棒到底在讲什么？上影线下影线又是什么？先讲结论， K 线不难，真正难的是很多人一开始就把它想得太神，好像只要学会看 K 线就能预测明天涨跌，抓到最低点，逃在最高点。今天这期我只想先帮你做到一件事，让你第一次真的看懂一根 K 线到底在记录什么，红棒黑棒差在啊，上影线下影线在讲什么，还有 K 线到底能看什么，不能看什么。先讲最重要的， K 线不是预测未来，它是在记录过去。很多新手一接触 K 线，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把它当成预言工具。看到一根长红就觉得明天一定继续喷，看到一根长黑就觉得完了要崩了，看到一根十字线就觉得好像宇宙在暗示什么。先冷静， K 线不是预言， K 线是在记录这一段时间里价格怎么走。最白话的讲， K 线就是把一段时间内的开盘价、收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画成一根棒子。所以你先把它理解成 K 线不是算命棒，它只是市场当天情绪的成绩单，它告诉你的是今天开在哪里，收在哪里，中间最高冲到哪里，最低又被打到哪里。所以 K 线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神秘，而是把价格变化变得一眼就能看懂。一根 K 线最重要的4个数字，开、高、低、收。一根 K 线不管长什么样，本质上都在讲4个数字，开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、收盘价。你以后只要记住这4个字，开、高、低、收， K 线就不会再可怕了。我先用最白话的方式讲，开盘价就是今天一开始市场愿意成交的价格，2收盘价就是今天最后收在什么位置。这通常很重要，因为它比较像是这一天结束时市场站在哪边。3最高价，今天曾经冲到最上面的地方。4最低价，今天曾经被打到最下面的地方。所以你可以把一根 K 线理解成这一天多空双方打了一整天，最后留下来的战报。红棒黑棒到底差在哪？最白话的讲，如果收盘价高于开盘价，这根通常就是红棒；如果收盘价低于开盘价，这根通常就是黑棒或绿棒。在台湾常见的习惯里，红等于涨，绿黑等于跌，但你也要注意，有些海外图表软件刚好会反过来，例如绿等于涨，红等于跌。所以你以后看图不要只看颜色，你要先知道那套软件的定义是什么。不过在我们这边先简单记就好，红棒等于收高，黑棒绿棒等于收低，重点不是颜色本身，重点是收盘到底比开盘高还是低。 K 线中间那一块叫实体， K 线中间那一块粗粗的地方叫做实体。实体在讲什么？最白话的讲，开盘到收盘这段真正拉开的距离，如果实体很长，代表这一天从开到收价格变化很明显；如果实体很短，代表这一天虽然有波动，但开盘跟收盘其实差不多。所以实体可以帮助你看一件事，今天这一战到底打得激不激烈。长红实体代表这一天收的比开的高很多，这通常表示买方今天比较强。长黑实体代表这一天收的比开的低很多，这通常表示卖方今天比较强。小实体代表虽然今天有动，但最后收盘没有离开盘太远，这通常表示今天有拉扯，但没打出很明显的胜负。上面和下面那2根细线叫影线。接下来很多新手会卡住的就是上面那根线是什么，下面那根线又是什么？它们叫影线，上面的叫上影线，下面的叫下影线。上影线在讲什么？最白话的讲，今天有冲上去过，但最后没站住，也就是说价格曾经上去，但后来又被压下来。所以上影线越长，通常越代表上面有人在卖，或者追上去的人后来没撑住。下影线在讲什么？最白话的讲，今天有跌下去过，
但最后被拉回来。也就是说，价格曾经被打到更低，但后来又有人把它接回来。所以下影线越长，通常越代表下面有人在接，或者跌下去之后买盘有出来。最常见的几种 K 线，你先记这几种就够了。如果你是新手，先不要急着被一大堆什么吞噬、乌云盖顶、晨星、黄昏星，那样很容易先把自己学乱。你先记最基本的4种感觉就好。长红 K 代表这一天买方明显比较强，开盘后一路推高，最后收得漂亮。长黑 K 代表这一天卖方明显比较强，开盘后一路被打，最后收得难看。掌上影线代表冲高之后被压下来，这通常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讯号，至少说明上面卖压不小。长下影线代表杀低之后又被拉回来，这通常说明下面有买盘，或者至少有资金觉得这里值得接。十字线如果开盘跟收盘几乎差不多，中间却有上下波动，就很容易出现十字线。它最白话的意思就是今天有打架，但最后谁也没真的赢很多，所以十字线不是神谕，它通常比较像犹豫、拉扯，市场暂时没想好。日 K、周 K、月 K 差在哪？很多新手还有一个常见问题，为什么有时候一根 K 线代表一天，有时候又代表一周、一个月？答案很简单， K 线的长相逻辑都一样，差别只在于你拿多长的时间去画它。日 K 一根 K 线代表一天，周 K 一根 K 线代表一周，月 K 一根 K 线代表一个月。所以不是 K 线变了，是你观察的时间尺度变了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新手会有一个问题，太爱看日 K， 今天跌一点就慌，明天涨一点就嗨。但如果你把视角拉到周 K、月 K， 很多你以为天塌下来的波动，其实根本只是小噪音。所以你以后看 K 线，不要只问今天红还是黑，你还要问我是用什么时间尺度在看它。 K 线到底能看什么？讲到这里，我先帮你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 K 线能看情绪，能看多空拉扯，能看这段时间谁比较强。例如长红说明今天买方强，长黑说明今天卖方强，长上影说明冲高被压，长下影说明杀低有撑，十字线说明犹豫拉扯，这些都可以看。所以 K 线不是没用，它很有用。它像什么？像市场留下来的脚印，你可以从这些脚印看出市场今天是兴奋、恐慌、犹豫还是拉扯。但 K 线不能干嘛？这段更重要，因为太多人把 K 线看得太神。K 线不能单独告诉你明天一定涨还是一定跌，你不能只看一根红棒就说明天一定继续喷，你也不能只看一根长黑就说完了后面一定崩。为什么？因为 K 线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事，不是未来保证书。所以 K 线能给你的是线索、迹象、情绪、强弱变化，但不能给你绝对答案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手一开始学 K 线最容易走偏，他不是把 K 线当语言，他是把 K 线当神谕，这会出事。新手看 K 线最常犯的4个错。第一个错，只看一根 K 线就想下结论。一根 K 线很重要，但它不是全部，你至少要看前面几根它出现在什么位置，它前面是涨很多了还是跌很多了，因为同样一根长红放在不同位置，意思可能完全不同。第二个错，只看 K 线不看成交量。 K 线在讲价格，成交量在讲有多少人参与。如果一根长红 K 配合大量，跟一根长红 K 淡量很小，味道可能差很多。所以以后你不要只盯 K 线本体，量也很重要。第三个错，把 K 线当作算命工具。刚刚讲过了，它是市场语言，不是预言术。第四个错，明明是长期投资，却天天被短线 K 线吓到，这超常见。如果你本来就是买 ETF 做长期配置，结果每天盯着5分钟 K、15分钟 K， 那你很容易把自己搞疯，因为你本来不是在打短线，却一直用短线视角折磨自己。如果你是新手，我建议你先这样看 K 线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认真学 K 线，
我建议你先不要追求什么技术派神操作，你先学会这4步就够了。第一步，先看红还是黑，也就是收盘比开盘高还是低。第二步，再看实体长不长，也就是今天这场战斗打得激不激烈。第三步，看上影线下影线，也就是今天有没有冲高回落，有没有杀低拉回。第四步，看它前后的位置，也就是它是出现在上涨后、下跌后还是整理中。这一步超重要，因为 K 线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要放回前后文看才比较有意义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 K 线不是算命棒，它只是把一段时间内的开、高、低收画给你看。第二句，红棒黑棒看的不是颜色本身，而是收盘到底比开盘高还是低。第三句，实体在讲强弱，影线在讲拉扯， K 线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你看懂市场情绪。第四句， K 线能帮你读懂市场语言，但不能单独帮你预测未来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，记得点赞加订阅。如果有想了解的主题，或看完还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留言，不方便公开留言，也可以用信箱来信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